乖乖女退场，金千浪子怎么眼红了？自从官宣定档5月11日之后，就迅速冲上了短剧圈的话题热榜。很多观众在看到剧名的第一时间，都会下意识觉得这不过又是一部霸总后悔追妻火葬场的套路爱情剧。但真正点开预告后才发现，它远远不只是简单的情绪拉扯，而是一场关于爱与失去、清醒与沉沦的情感博弈。尤其是赵振东与侯成岳这组搭档，更让不少观众直呼终于等到一部有成年人情感味道的短剧了。今天这期内容，我们就来深度聊聊这部还未开播就已经让无数观众疯狂期待的新剧，到底凭什么这么上头。首先必须承认，乖乖女退场，金千浪子怎么眼红了，这个名字真的太会了。它精准踩中了当下观众最爱看的情绪爽点。乖乖女退场意味着那个曾经无条件付出、默默陪伴的人终于不再回头。金千浪子眼红了，则意味着那个曾经高高在上、游戏人间的人终于第一次尝到了失控和后悔的滋味。这种身份逆转天然就带着极强的戏剧张力。而最重要的是，这部剧没有把女主塑造成传统意义上的恋爱脑。相反，秦书义这个角色可能会成为近期短剧里最让人惊喜的女性角色之一。她表面温顺安静，像所有人眼中的乖乖女，但她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她从来都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她爱林觉，但她从不依附林觉。她愿意温柔，也随时能够抽身。很多爱情剧里的女主总是要经历歇斯底里、崩溃哭泣、反复纠缠，才能完成成长。可秦书义不一样，她最狠的一点就是她连离开都那么安静。当林觉提出分手时，她没有质问，没有挽留，没有眼泪，她只是平静地答应，然后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里。这种无声退场其实比任何争吵都更致命，因为真正不爱了的人才会如此平静。而这也是林觉后来彻底崩溃的开始。说到林觉，就不得不提赵振东这次的人设适配度。很多观众都说他天生适合演这种带着危险感的角色，那种漫不经心的眼神，看似玩世不恭的笑，还有骨子里的傲慢与疏离，都让金千太子爷这个身份显得极具说服力。林觉从小活在众星捧月的环境里，他习惯了别人围着自己转，也习惯了感情里的掌控感，所以在他的认知里，秦书义永远不会离开。他甚至把他的温柔当成了理所当然。这其实是很多感情里最真实的一种状态。人往往会对那个最爱自己的人失去珍惜，因为得到的太容易，所以忘记了害怕失去。而林觉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，如果有一天秦书义真的不要他了怎么办？直到再次相遇，那个镜头真的堪称预告片里的名场面。秦书义坐在相亲桌前，笑得温柔自然，和别人谈笑风生，而林觉站在人群外，第一次露出了慌乱的神情。那一瞬间，他终于意识到，原来他的人生从来不是非他不可。这种后知后觉的痛感才是整部剧最戳人的地方，因为最虐的从来不是得不到，而是差一点就拥有了，却亲手弄丢了。很多观众喜欢追妻火葬场题材，其实并不是单纯想看男主后悔，真正吸引人的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人终于低头的瞬间。当一个从不害怕失去的人第一次感受到失控，那种崩塌感会格外强烈。而乖乖女退场，金千浪子怎么眼红了，最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这种情绪拍得太狗血。他不是靠大吵大闹制造冲突，而是靠情绪的反差感。以前的秦书义眼里全是林觉，后来的秦书义终于把目光放回了自己身上。以前的林觉对感情毫不在意，后来的林觉却开始在深夜反复翻看他的消息记录。这种心理位置的互换，
才是真正让观众欲罢不能的原因。当然，一部情感剧能不能爆，除了剧情、人设和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同样重要。而赵振东和侯成岳这次的首次合作，确实带来了意外惊喜。赵振东属于那种极具侵略感的男演员，他的气场很强，一个眼神就能让角色的占有欲和危险感扑面而来。但侯成岳却刚好相反，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冷静的清冷感，不是脆弱的小白花，而是一种你看不透他的疏离感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两人的对手戏才会特别有张力，一个不断试图掌控，一个却始终保持清醒。这种情绪上的对抗比单纯撒糖更有吸引力，尤其是预告里两人那场对视戏，明明一句话都没有，但观众却能感受到压抑已久的情绪正在疯狂翻涌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观众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工业糖精式恋爱了，大家真正想看的是成年人之间复杂又克制的情感。而乖乖女退场，金圈浪子怎么眼红了，恰恰抓住了这一点。他没有把爱情拍成童话，反而更像是一场关于成长的代价。林觉后来之所以会痛苦，不只是因为失恋，更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永远站在原地等他。而秦书逸的离开也不仅仅是赌气，那是他终于学会爱自己。其实很多女生看这部剧时，应该都会对秦书逸产生共鸣，因为现实里真的有太多人在感情中习惯了委屈自己，习惯迁就，习惯等待，习惯把对方放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。可真正成熟的爱情从来不是失去自我，而是即使深爱也依然保留随时转身离开的底气。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秦书逸的退场并不是失败，恰恰是他真正的觉醒。而林觉的眼红也不只是吃醋，更像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错过的是怎样一个人。除了剧情和演员之外，这部剧的镜头质感也很值得一提。导演张琳非常擅长拍情绪氛围，他不会用过度浮夸的镜头去渲染虐点，反而更喜欢通过灯光、构图和角色之间的距离感来制造情绪。比如预告片里，林觉站在车外看着秦书逸离开的那个镜头，两人之间明明隔得不远，却像隔着整个世界。这种镜头语言比台词更有杀伤力。而且从目前放出的片段来看，这部剧整体节奏非常快，没有拖泥带水的误会，也没有无意义的注水情节，每一场戏几乎都在推进人物关系。这对于短剧来说其实非常重要，因为现在观众的耐心越来越有限，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抓住情绪，才是真正的爆款密码。目前网上已经有不少观众开始提前站队了，有人觉得林觉活该，失去了才懂珍惜，本就是迟来的报应。也有人觉得其实他只是太晚意识到自己的真心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可以确定的是，这部剧一定会掀起一波关于爱情里谁更痛苦的讨论，因为现实里的感情本来就没有绝对的赢家。那个太清醒的人也许会孤独，那个太迟钝的人也终究会遗憾。而最让人难过的是，很多人都是在失去之后才学会如何去爱。看完预告后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，这部剧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于虐，而在于真实。他把很多成年人感情里的遗憾和后悔都拍出来了。有时候人不是不爱，只是太自信，以为对方永远不会走，直到有一天那个人真的消失了，才发现自己早就离不开他。所以5月11日这部《乖乖女退场，金圈浪子怎么眼红了》真的非常值得期待。尤其喜欢情绪拉扯、成年人爱情、追妻、火葬场题材的观众大概率会彻底上头。那么最后也想问问大家，如果你是秦书逸，
你会选择原谅林觉吗？